蓝景仪甩出2张符箓，轻而易举地定住走尸。蓝思追取出琴，轻轻拨弦，片刻便将其度化。魏无羡啪啪拍掌：“2位少侠真是厉害，人中君子，蓝氏楷模，少年英才，风姿过人，有你们保护我，我就安心了。”蓝景仪不好意思了，讪笑道：“抱歉啊，魏前辈，我刚才不是让您退后。”“没事没事儿，本就是带你们历练。”不过这种低阶的不能再低阶的走尸，让蓝思追和蓝景仪处理也是大材小用。如果蓝景仪没有咋咋呼呼的让他退后，魏无羡也许会试他的剑。蓝思追认真道：“大家都约定好了，要尽快变强，以后夜猎会好好保护您。魏前辈，您这次失踪又失忆，真是把我们担心坏了。景仪这是关心则乱。”魏无羡笑道：“那就麻烦你们从今往后一直保护我这个柔弱男子了。”3人有说有笑，沿着来路返回小村庄。今日魏无羡原本是带了一大群小朋友浩浩荡荡出门夜猎，然而在城里，他们同时遇到了前来求助的刺史幕僚和偏远山村的卖柴老农。魏无羡见2人身上的邪气都微乎其微，便想自己随老农快去快回，孩子们都留在城里，自行应对刺史幕僚所求事务。附近便有蓝氏别馆，即使有什么事，也有人随时照应。但是他们都坚决不许魏无羡单独行动，于是就演变成了蓝思追和蓝景仪跟随他御剑飞抵这偏僻山林，来度化这低阶走尸。山抹微云，烟霭纷纷，朦胧的远山仿佛笼罩着一层轻纱，影影绰绰，在缥缈的云烟中忽远忽近，若即若离。溪水潺潺，鸟语花香，暧暧远人村，依依墟里烟。小村庄依山而建，小巷小弄，错落有致。远远便听见了村里鸡鸣犬吠之声。魏无羡躲在蓝思追和蓝景仪身后，步子放得小心翼翼，生怕看家犬从某处院落里窜出来。果然还是得思追和景仪保护啊，有人护着真好。村长迎出来致谢，一脸憨厚诚挚的笑容。几具走尸虽是困扰已久，但除了吓人，也并未造成什么实质危害。因为太过偏僻，小村庄几乎与世隔绝，不成想今日竟迎来3位谪仙般的人物。3人被热情地留下用饭，俱是农家菜：地锅鸡、土猪肘、辣蒸牛肉、酱爆兔丁、山粉圆子、清蚕藕夹、香椿炒鸡蛋。虽然被蓝忘机精心呵护已久，但魏无羡出门在外从不拘小节，这般重油重料的菜肴也照样吃得十分满足。而蓝思追和蓝景仪平日在云深不知处啃草根树皮，吃食上只要能换些花样，便会相当开心。村民见仙师们没什么架子，渐渐随意起来。村长拎出一大坛子酒，让他们品鉴。魏无羡道：“我满上，2位小仙师只倒半碗，尝一尝即可。”蓝景仪大喜，道一声谢，拿过海碗喝了一口，然后被呛得天翻地覆。魏无羡笑：“景仪，你这不行啊，还得多练练。”笑完，自己一口干了，一股极为热辣的霸道感觉从舌尖一路钻进胃里，魏无羡整个人都烧了起来。这酒也太够味了。纵然阅酒无数，魏无羡还是被此酒镇住了。村长笑问：“劲道不？这酒特别纯，特别烈。以前教书先生给取了个很雅的名字，叫做火烧连营。”魏无羡赞道：“好名字，配得上这酒。”又细细品了一口，果然又纯又烈，还有一点回甘。蓝景仪已经是面红耳赤，目眩神摇，无法言语。村民们笑着给他倒了一大碗白水，蓝景仪喝完水还是晕倒在桌上。这下蓝思追可不敢喝酒了。魏无羡忍俊不禁，自己却不敢再拖大，慢慢喝起来。见魏无羡酒量不错，村长极为兴奋，当即给自己满上，同魏无羡对饮。喝多了话也多，什么啰嗦话都说，从种稻子好还是谷子好，土豆好还是萝卜好，一路扯到村里的牛羊数目、鸡鸭配种。魏无羡本就健谈，人也随和，同人唠这些家长里短、寻常浓物，也能聊得开怀。蓝思追听得瞠目结舌，第一次知道魏前辈的知识储备如此丰富，什么话茬都能接得上。一顿农家饭推杯换盏，
宾主尽欢。村民们见魏无羡海量，十分积极地捧出了几大坛子火烧连营，让他务必装进乾坤袋里带走。魏无羡的确爱这酒烧喉却纯富，他也不是扭捏之人，便不过多推辞客套。回城尚远，魏无羡现在自己能预见，遂让蓝思追背着蓝景仪。村民们一路夹道相送，热情地塞给魏无羡各色农家特产。魏无羡实在带不了那么多，最后只留了一筐新摘的荸荠，荸荠都削去了皮，一个个白白嫩嫩，甜美多汁。路上吃着玩。村长如是说。送至村口，村长突然问道：瞧我们这穷乡僻壤的没规矩，一直就先师先师的叫，还未请教先师尊姓大名，以后大家都好生记住。魏无羡愣了一下，但依旧坦然道：我姓魏，字无羡，魏无羡。原来是魏先师。魏无羡真是好名字，一听就是懂酒之人，大气，不愧是先师的名字。凡是听到他名字的人，无不心惊胆寒，退避三舍。已经很久很久，没有陌生人夸过他的名字了。袖中盛满佳酿，心头暖意阵阵。魏无羡踏在随便上，口中撅着一个清香甘甜的荸荠，静静回望这青山绿水，稻田绵绵，山峦溪流村居，乃至一草一木一鸡一犬，都显得淳朴宽厚。青砖石地，粉墙悬瓦，安身于山坳之中，一派肃静开阔。他心有秀美山川，便见秀美山川。魏无羡心想：蓝湛逢乱必出，真好啊！天下之大，天高海阔，行的路远了，遇的人多了，便总会碰到好的人、好的事。回到城里，三人在约定的小茶馆坐下，慢慢等待其他人。蓝景仪已经悠悠醒转，但还是两眼发直，昏昏沉沉，只得继续伏在桌上晕着。堂下有说书先生正在卖力表演，惊堂木拍得一惊一乍，尘灰四起。只见那夷陵老祖搂紧柳依依的楚宫腰，在他腰上臀间又掐又拧，全无顾忌的在他俏丽白皙的小脸上相来亲去，道：我就是腻味了，不跟你过了，你待如何？可怜韩光君轻松苍柏之姿，春花秋月之貌，一片痴心，一腔深情。听了这番铁石心肠之语，当即是泪落连珠，珠碎玉殒。堂下众人皆是唏嘘不已，感慨万千。魏无羡无语，他可以理解人民群众喜欢加第三者制造戏剧冲突，但能不能不要写他和第三者有什么亲密举动？他可是守身如玉，冰清玉洁，清清白白给了蓝湛的。委屈，如果写什么美仙子痴恋韩光君，俏老祖醋海鲜波澜，那他是不会介意的。反正蓝湛是他一个人的。蓝景仪已被这哄闹之声吵醒，依然醉醺醺的抓住他一只手，不说话，但满眼都是安慰之意。蓝思追面色不愉，悄声问魏无羡：要不要换个地方？魏无羡回握住蓝景仪，因着酒气，蓝景仪的手十分暖烫。无妨无妨，且听他如何圆回来。浪子回头金不换，我肯定还会被韩光君感动的，望羡不拆不腻嘛。还好，只是无伤大雅的狗血三角剧情。还好，蓝湛只是痴心错付、惹人同情的悲情贵公子。这戏里的恶人依旧是他，不是蓝湛。又听了一会儿书，其他孩子也终于来了。领头的蓝恒汇报：只是普通小鬼，我们很快便度化完毕。只是那刺史幕僚一定要给我们著书立传，不放我们走，留我们帮他字斟句酌，品章断句。魏无羡道：你们没透露真实姓名吧？自然不会，他全文皆以白衣仙师相称。魏无羡失笑：果然都喜欢叫仙师。蓝恒着实遗憾，关切道：魏前辈，若是我们载着老农去乡里，您跟着这位幕僚去他家便好了，他一定会为您著书证明。听说他的文章颇有些影响力。魏无羡心想，那倒不一定。让人站出来发表意见，同根深蒂固的旧观念相抗衡是很难的，何况他怎会放任小朋友们自行奔赴偏远山野？等他们再长大一些吧。谁能帮他写篇美文赞颂一番，这样的事情他可不会放在心上。魏无羡笑笑，拍拍蓝恒的肩：我此去得了几大坛子美酒，也是收获不小。
得人夸一句好名字便足够了。